你好，我是獨活男子 Leslie， 歡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記錄影片。不知道有沒有人和我一樣，把發呆當作每次來京都的重要儀式？但是作為日本觀光重鎮的京都，一年到頭總是觀光客爆滿，想要找個安靜的角落，享受無人打擾的發呆時光，好像有點難。分享京都7間寺院庭園，不但維護的品質很好，而且參觀人潮不多，即使在旺季，仍然保留寧靜的氣氛。像是看到京都觀光公害的畫面，請不要被嚇到而誤認整個京都都塞滿人潮，因為還有一些安靜的角落，不張揚，用自己的節奏停留了數百年。只有放慢腳步的旅人，才能走進這段優雅的時光裡。位在洛北的岩倉一帶，算是京都市區和郊區的交界。若是安靜的住宅區，卻藏着一間深具歷史底蘊的寺院。乘坐瑞山電鐵鞍馬線到岩倉站，下車後還要再走將近20分鐘，才會到石相院。也許就是這段不遠不近的道路，勸退了一些遊客，反而讓石相院在旅遊旺季中，還能保有人少清靜的參觀品質。石相院是一座門跡寺院，也就是與皇室有密切關係的寺院。始建於1229年，15世紀遷移到現在的位置，屬於天台宗寺院，主要供奉鎌倉時代留下的不動明王立像。石相院的建築包括主殿、書院、茶室，但為了保護文物，只有室外允許拍攝。室內有個非常有名的床綠景觀，只能等大家親自過來看看了。走出床綠的景觀一角，抬頭看，屋檐夾層的直角染成紅色，古典中帶着與自然共處的平靜。內側的庭園爬滿植物，紅綠交錯的層次與水池和青苔共構成和諧的畫面。滴落守水波的聲響，像是療癒的頻率。坐着發呆一下子，心情就會變得很輕鬆。前側的枯山水庭園非常寫意，接近遠方的比叡山，把充滿禪意的空間延伸到真實的世界裡。影片拍攝的時間是11月底，正是京都觀光人潮最多的時候。但在石相院裡卻沒有過多的遊客，在紅葉的陪伴下坐着發呆，享受洛北獨有的靜謐氣氛。
從最近的公車站走路約15分鐘，還要再爬一小段台階，才會到吉祥山正傳禪寺。也由於這裡離京都的主要景點都有點距離，即使在觀光旺季裡，正傳寺也能保有安靜的空間。穿過楓葉夾道的台階，直擊而上就會走到正殿，也是唯一能參觀的建築。正傳寺是南禪寺派臨濟宗寺院。1653年，南禪寺金地院的小方丈被遷移到這裡，用作正殿。正殿裡還有描繪杭州西湖風景的拉門繪，也是重要文化財。正殿原側上方的天花板還看得見血腳印，這個被稱為血天井的木材，是來自福建桃山城的遺構。充滿歷史的悲壯故事。最有名的是正殿前方的枯山水庭園，街景後方的比瑞山，在視線上做出精妙的計算。正傳寺有種刻意的空間感，和市區保持隔開的距離，用不必討好任何觀光客的姿態，靜靜地站在京都的角落。我在正傳寺的庭園前坐着發呆1個小時，期間完全沒有其他遊客來過，根本就是我的包場，在無聲的靜謐中獨享京都的風雅。分陀院位在東福寺旁邊，因為東福寺高知名度的吸納效應，讓遊客幾乎都沒注意到這間小寺院，反而留給這裡安靜的空間。分陀院創建於1321年左右，1755年因火災而遷移到現在的位置重建，並成為攝政的一條家族家室。當時的一條家族請水墨畫家雪舟設計庭園，所以分陀院又有雪舟寺的別稱。分陀院是臨濟宗東福寺的子院之一，建築不大，只有正殿和旁邊2間小小的茶室。正殿室內有幾扇水墨寫意的拉門繪，坐着就能感受到放空的禪意。這裡最知名的就是雪舟設計的南側龜鶴庭園和重生美林設計的東側庭園，是近畿地區唯一可以同時欣賞雪舟和重生美林園林作品的地方。
我連着2年都在賞楓季過來分驒院坐坐，每次都是獨享的愜意，因此被我列入京都最適合一個人放空的寺院之一。無論是透過線索的視野，或是沉浸在白沙與青苔的流動寫意中，什麼都不做的融入到這裡的氣氛中，就是京都最難忘的空白。京都有2間來迎院，2間都是人少清幽的環境，一間位在北郊的大園，另一間則是在泉湧寺附近。藏身在小路一旁的山門非常低調，加上附近的泉湧寺和金熊野觀音寺知名度比較高，反而留給來迎院一個清靜的角落。相傳平安時代初期，弘法大師用密教法具獨孤杵刺向地面，隨即湧出靈泉，也就是這座寺院的起源。參道一路延伸到台階上的荒神堂，供奉三寶大荒神，被視為灶神或是家宅的守護神。這尊據說是日本最古老的三寶大荒神坐像，也因此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通往寒翠庭園的小路被紅葉包圍，獨享這裡的高品質楓紅真的太奢侈了。來迎院和忠臣藏主角大石內藏柱有很深的關聯，茶室寒翠軒和庭園寒翠亭都是他資助而建成的。坐在茶室的原側，一邊享用抹茶和點心，一邊欣賞紅葉環繞的庭園，大概是最愜意的京都時光了。地上爬滿的青苔與鋪天的楓紅形成安定與活力的反差，卻能為心靈帶來平衡的寧靜。看似熱情的來迎2個字，卻是最熱鬧的京都觀光季節裡最安靜的存在。舒心的靜謐絕對是值得一遊的高品質秘境庭園。由於觀光人潮都集中在一旁的33間堂，反而讓智積院成為清靜的空間。智積院最初由豐臣秀吉建造，後代僧人修復後，被譽為東山第一花園。金堂建於1975年。為了紀念宗派創始人弘法大師誕辰1200周年而建。金堂供奉大日如來，站在外面祈禱的時候，都能感受這裡神聖又莊嚴的力量。明王殿供奉不動明王像，像是和金堂並肩合作，為信眾帶來雙重的祝福。一旁的寶物館裡展示國寶金銀屏風畫，無論是楓樹或櫻花，都在枝芽的細節中看到了自然生命力的美感。走進講堂，後方就是茶聖賢利休最喜歡的庭園。智積院庭園開創了假山和噴泉的造景風格。假山是依照中國的廬山形狀而建。透過地勢高低落差，
前方的池塘放上石雕，形成豐富卻不雜亂的視覺饗宴。坐在原側，看着假山和石橋，我腦中都會出現自己在裡面游走的想象。講堂內部還有展示一些藝術作品。參觀完整座智積院，從信仰、文化到美學的豐富感受，一定能滿足想在京都充實心靈的希望。億華院位在東福寺臥雲橋旁邊，是一間期間限定開放的寺院。沒有遊客的原因和分驒院一樣，加上開放期間同樣維持低調的入口，為這裡保留了鬧中取靜的清幽。億華院是東福寺的子院之一，由禪師東山於1382年創建，供奉白衣觀音坐像。從門口開始就進入對應四神獸的4個庭園，是間融合了氣勢但又保有優雅氣質的寺院。入口是東側的青龍庭園，攀岩至屋頂的黑松樹被比喻為一條藍色的巨龍，沉穩卻不減氣勢。進入正殿，面對南側的朱雀之庭是面積最大的庭園。中央的黑松樹有根橫向生長的枝幹，像是朱雀展翅。後面的大面杜鵑象徵群山，整座庭園像是追隨朱雀飛舞的身影。西側的白虎庭園是重生千親的作品，10塊以青苔比喻古代胡子渡河的故事。北邊的玄武之庭是由15塊石頭組成的枯山水庭園，753的石頭排列被認為是最神聖、最吉祥的數字。雖然我沒有收集玉珠印，但這裡的四神獸玉珠印非常漂亮，加上1年之中只有不到1個月的開放時間，有收集玉珠印的朋友歡迎來這裡看看哦。位在市中心的舍承園是東本院士的飛地。前面6間寺院庭園都有一個很明確能保持安靜的原因，唯獨舍承園我實在找不出這裡觀光客少的原因。走進西側大門，像是對外圍喧鬧車流聲按下了靜音鍵，踏入另一個以蟲鳴鳥叫作為背景音的世界。舍承園在1936年被指定為國家級名勝。沿着小路走幾步，
一下子就會看見以音樂池為中心的池泉回游式庭園。圍繞水池的假山、茶室和小橋交錯，即使背景是現代的住宅公寓，也不會覺得很怪，反而讓人很羨慕能住在一開窗就是美景的環境裡。新雪橋的名字由來是形容冬日積雪覆蓋橋面的場景，像是緩緩侵入庭園的白雪，頗有詩情畫意的氣質。以京都塔當作背景的畫面非常經典，前衛的塔身和前景的草木及古蹟並不衝突，反而為這座古都留下新舊交融的美感。舍承園面積寬廣，但建築室內都沒有開放，很難找到可以坐下來休息的位置。不過之前來看到有人坐在音樂池前的草皮休息，倒也是另一種愜意的京都風景。舍承園像是城市中的靜謐綠洲，沒有為了招客而刻意宣傳，而是默默地融入京都的日常，用無聲的語言寫成閒情的時光。京都7座庭園因為各自不同的原因，卻保持着相同的寧靜。即使是人潮爆滿的京都旅遊旺季，仍然能享有人少的清靜時光。有些比較偏遠，需要刻意安排；有些就在主要景點旁邊，只要多走幾步，就能獨享京都的靜謐與風雅。我們的生活已經進入到資訊爆滿的時代，很容易放大具有衝擊的故事，像是京都觀光公害的報道，其實就是那幾個區域，而平靜的畫面卻引不起興趣。在訊息茧房的認知兩極作用下，誤會京都已經不適合旅遊了。屹立千年的京都有絕對的深度，只是我們能不能找到真實的平靜，去面對虛構的張力呢？寧靜的角落總能讓人深刻的思考。你也喜歡這樣的京都一角嗎？